我们在丛里。这是谷歌的中心。天哪，很难记住谷歌之前的生活，它改变了一切。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工作？我们如何交流？我们如何骑着一辆彩色自行车去任何地方？20多年来，谷歌一直是互联网的前门。现在有这么多的门，谷歌可能不再是你寻找答案的第一个地方。那么他们打算怎么做呢？你好，艾米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很高兴再次见到你，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同样，我很高兴你选择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校园，太美了。桑达尔皮帅正处于关键时刻。他是谷歌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在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产品领导者和和平缔造者的勇气后，他上升到了顶峰。他经营着一家科技巨头，其功能更像一个微型国家，监管着 YouTube、DeepMind、云，当然还有搜索等重要业务。皮查伊一直在精心制定一项战略，将人工智能注入业务的每个角落。这一深思熟虑的计划遭到了长期竞争对手微软和 OpenAI 的意外。他们的聊天机器人似乎将谷歌从其地位上拉了下来，并挑战了其文化相关性。ChatGPT 引发了谷歌的红色代码，并引发了全行业对人工智能的狂热，这是自 .com 繁荣以来从未有过的。但对于皮查伊来说，这种狂热只是长期游戏的一部分。我看到今天是你的20周年纪念日。没错，是上周，它一直伴随着我。你是咖啡还是茶？我去喝咖啡，你呢？我要喝绿茶。感觉你在这里待了20年了吗？我不太，你知道，时间过得真快。你知道，当我创办谷歌的时候，我也有我的孩子，所以整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谷歌以那些开箱即用的求职面试问题而闻名，你还记得你的吗？比如你必须计算出一辆校车能装多少个高尔夫球之类的东西吗？感谢上帝，不，你知道，但是你知道，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是4月1日采访的，所以那天是2004年的愚人节。有传言，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发生了，但 Gmail 显然已经推出了，所以我所有的采访都是关于 Gmail 的。人们想知道我对这个产品的看法。这绝对不是一个笑话。我肯定，他们实际上推出了它，是的，但我从来不允许在愚人节没有产品，我觉得太混乱了。你刚刚度过了一个井喷的季度，该股的涨幅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涨幅。这感觉像是一点点辩护吗？或者就像他们在板球比赛中说的，是蝙蝠在说话吗？在很多方面，你知道，我觉得我们为此非常努力地建立了公司。要知道，2016年我作为 CEO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公司应该先做 AI。对我来说，我们才刚刚开始，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凡的创新10年，所以我对此非常兴奋。人工智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似乎一切都在同时发生。你如何理解这种狂热和规模？所有的科技周期都是这样的，对吗？你知道，但是这个感觉不一样，感觉更大了，是吗？它更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正处于早期阶段。所以你知道，你会感受到那种兴奋，那种狂热，但我认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所以你随波逐流，拥抱它。你和你的孩子在家里是如何尝试人工智能的？用谷歌镜头做作业，我不想给他添麻烦，但班上允许你这样做。但有时他会向我寻求数学方面的帮助，我不知道。有时候我很懒，我假装在思考，但我也在用谷歌镜头来找出答案。你在印度的钦奈长大，餐桌上是什么样的？比如是什么让你来的？我的父母总是强调，你知道，学习和知识在某些方面，这是谷歌的使命，总是与我产生非常深刻的共鸣。你知道，我感受到了这种对学习、知识等等的追求，这就是公司即将要做的。我生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我通过小玩意的到来感知了我们的生活，为了一部电话等了5年。这是一部旋转电话，但当它来到我们家时，你知道，它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我记得我们有了第一台电视，突然可以看体育比赛了。你知道，我以前经常骑自行车去学校，但是你知道，自行车里没有齿轮，我不得不上坡。
但是很多年后，我得到了一辆带齿轮的自行车。我想，哇，这东西让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从来没有认为技术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我一直对技术如何发挥作用持乐观态度的原因。你当 CEO 已经10年了，这段时间你有什么变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你做了一段时间后，你知道你会理解模式，所以你遇到了一些东西，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知道你以前见过。所以我认为这有助于你更有效地进行模式匹配和处理。但是很多都是，你知道这种规模，你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噪音很大，大部分都无关紧要。所以分离信号和噪声的能力，注意你需要注意的几件事。而且，你知道，我想这些年来我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了。我听说谢尔盖又开始研究人工智能了。拉里和谢尔盖最近参与了什么？他们给了你什么建议？我定期和他们交谈。谢尔盖实际上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办公室，他真的在编码。你知道，去年我最美好的回忆是和谢尔盖坐在大屏幕上看失落的曲线。当我们训练这些模型时，我认为他们的优势之一是他们不会陷入今天的困境。因此，有时当我与他们交谈时，他允许我们所有人退后一步，看看更大的途径。我认为，当你以这种规模运行一些东西时，这是非常重要的。皮叉1和谷歌做出的决定影响了数十亿人获取信息的方式，而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开始发生变化。这似乎是对谷歌的威胁。除了谷歌竞争对手使用的核心技术是谷歌自己发明的。谷歌研究人员发明了 Transformer， 字面意思是 GPT 中的 T。你希望你能更大声、更快地利用这一点吗？我们在搜索中使用变形金刚，这就是导致搜索质量与其他产品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因此，我们在产品中注入了变压器。我们有机会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和 Gemini 系列模型做得更好。这个领域将会有更多突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推动这一进步。如果新的谷歌只会越来越人工智能，你知道，人工智能有时非常有帮助，但有时它仍然是非常错误的。你的底线在哪里？我认为谷歌搜索与众不同的部分原因是，虽然有时我们会给出答案，但它总是会链接到各种各样的来源。我们已经寻找答案很多年了。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些链接会继续存在。是的，你知道，我认为这将永远是搜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他们想要快速的答案。我儿子患有乳糜泻，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问题，看看某样东西是否不含麸质。我们只想知道，但通常它会导致更多的事情，你知道，然后你想探索更多。我认为理解满足所有需求是搜索独特之处的一部分。一些领先的计算机科学家说，搜索越来越差，更多的搜索引擎优化垃圾邮件等等。你明白他们的意思吗？任何时候有转变，你都会得到新内容的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将会做到这一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挑战。我真的认为，你知道，会有人努力做到这一点，对吗？因此，做好这一点将是高质量产品的定义。我认为这将是搜索成功的核心。你可以在搜索产生的链接旁边的广告上赚很多钱。如果一个聊天机器人给你的是答案而不是链接，有时答案可能比链接多。我们是否正处于对谷歌商业模式的攻击之中？所以我们总是发现，人们想要选择，包括在商业领域，这是一种基本需求。我认为我们总是能够平衡它。当我们在搜索中推出 AIO 视图时，我们一直在尝试广告。我们看到的数据表明，这些基本原则在该领域也适用。双子座最初产生的亚洲纳粹和黑人开国元勋的形象，你说那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你看任何开国元勋的照片，你会看到老白人。人们称之为觉醒的人工智能，它不仅仅发生在这里，而是发生在整个行业。模型是如何生成它从未见过的东西的？我们是一家向世界各地的用户销售产品的公司，有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例如，人们走过来说：“给我看看学校老师、医生或护士的照片。”有人从印度尼西亚或美国问这个问题，对吗？你如何让它适合我们的全球用户群？显然，
错误在于我们过度应用，包括不应该应用的情况，这就是错误。你知道，所以我们弄错了。你会说这就像好意出了差错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是的，没错。我认为，你知道，我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很高的标准。我认为我们显然对此负有责任，我们会把它做好。你有多担心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破坏搜索？比如 AI 生成的天安门广场坦克人自拍，它出现在谷歌搜索结果中，但从未发生过。每个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在一个将会有很多合成内容的世界里，你如何对什么是客观和真实的有一个概念？我认为这是未来10年搜索定义的一部分，对吗？人们经常马上来到谷歌，看看他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常见模式。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这将是一个持续的旅程。是的，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耗尽训练数据，我们已经让公司转向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来训练他们的模型。这难道没有风险吗？是的，我认为你通过这一切知道你在创造新的知识吗？这些模型正在发展推理能力，对吗？你在这些模型上取得进步和智能吗？我认为这些是前沿，我们需要证明你知道你可以通过使用这些技术做到这一点。大语言模型技术是否已接近平台期？如果大语言模型是我们唯一需要取得进展的东西，我会感到惊讶。我们正在投入大量的计算和资源，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才能来推动下一代的突破。当你从大局来看，似乎谷歌错过了这个重要时刻，而 ChatGPT 则采用了一种名为 Chat 的新人工智能程序。GPT 首次亮相，在线上，它和互联网一样具有革命性。今天的大话题也是微软，它在人工智能上下了很大的赌注，以及它是如何超越谷歌的，直到现在才有人知道它。如果你能回去，你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需要明确的是，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当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谷歌甚至还不存在，对吗？所以我们是第一家做搜索的公司，第一家做电子邮件的公司，第一家做浏览器的公司。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如你所知，我们正处于最早的阶段。你的领导风格被描述为缓慢、稳定和谨慎，有时可能过于谨慎。你经常被比作其他快速行动和打破事物的技术领导者。你会如何描述你自己？好的，我认为的现实是完全不同的。当我成为首席执行官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公司大幅转向人工智能，并真正加大对 YouTube 和云的投资，将它们打造成大企业。我认为公司越大，你做出的重大决定就越少，但它们需要明确，而且你必须让整个公司都明白这一点。其中一部分有时包括带领公司前进，你建立共识，因为这让你在这些决定背后产生最大的影响。我的意思是，任何像你这样职位的领导人都必须愿意听到批评。我不会让你像他们在深夜那样阅读刻薄的推文，但我确实有一些。谷歌在哪里合法的运作？谷歌没有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一个也没有。你认为你是领导谷歌的合适人选吗？听着，领导公司是我的荣幸。你知道，人们倾向于关注这个微小的时刻，但在未来的背景下，它是如此的渺小。你知道，当我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未来的机会时，所有这些都与人工智能有共同的杠杆技术。你知道，我放了很多芯片，至少从我对谷歌的角度来看。那么你能在校园里穿行而不被拦住吗？散步和见到你认识的人真的很好，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看到远处有一尊恐龙雕像，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比如，在一个技术发展如此之快的世界里，你有多担心成为一只恐龙？我的意思是在技术方面，我认为如果你不创新来保持领先，我认为这是任何公司不可避免的命运。没有恐龙？不，他们很棒，但是你知道，你不想有同样的命运。这个人工智能时刻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你采取不同的行动和思考？因为有时候你看起来确实在防守。
我们为此准备了一段时间。要知道，该领域很多突破的基础都来自谷歌，所以对我来说，这一时刻在过去的1年里，真正引导公司去迎接这一时刻。他们来了，木卫一时态。木卫一时态，每年有一次，我们可以假装我们在音乐会舞台上，除了我们在谈论技术。所以谷歌 I/O 有点像谷歌联盟的一个州。今年的关键信息是什么？你知道，这与其说是关于特定的产品，不如说是关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旅程。我们对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如何带来它的愿景。Alphabet 曾经被认为是登月照片的集合，但其中许多项目已经被剥离或折叠回谷歌或关闭。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Alphabet？ 什么是新谷歌？当我们考虑谷歌和 Alphabet 时，底层是相同的。你将投资于深度技术和计算机科学，并应用它来为人们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当你下大赌注时，这一部分不会改变。根据定义，如果你没有几次失败，你的目标就不够大。当你回到 S1时，谷歌说我们不是一家传统公司，你可以把20%的时间花在个人项目上。谷歌创造了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超级透明，福利也很大。但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比如，它变成了一种权力文化吗？谷歌独特的部分原因是，我认为它有一种充满活力、公开辩论的文化，所以我认为保持这种文化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也是一家员工有很多方式畅所欲言的公司，我认为这让公司变得更好。你最近解雇了抗议与以色列政府签订云服务合同的谷歌员工。对于一家历来欢迎各种观点的公司来说，这似乎是语气的明显变化。你为什么采取这种立场？我认为，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包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员工，你知道，超越了联系准则中的内容，扰乱了工作场所的生产力，或者以一种让其他人感到不舒服的方式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与他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无关，这是关于他们如何去做的行为。在过去几年的疫情期间，该公司发展了很多，我看到了很多新人，尤其是在这个有人工智能的时刻。我们面前的机会是巨大的，但它需要真正专注于我们的使命。已经进行了多轮裁员，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法？为什么不切一次就切？深度，我们正在将人员重新分配到我们的最高优先级。有些情况下，你在简化团队，让人们专注于新的领域，移除层，这样你就可以提高速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时间把它做好。微软显然也在人工智能方面进行了巨额投资 ，OpenAI、Inflection 和 Straw。我们报道过，他们对开放人工智能的投资，实际上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谷歌，并希望迎头赶上。你对比赛有什么感觉？我一直认为，如果你在技术领域工作，竞争会很激烈，我们经常看到它。你保持领先的方法是坚持不懈的创新，它必须一直是真的。它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发生，但你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变革往往会变得更快，所以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奇怪。微软首席执行官赛特亚·纳德拉发表了一些激烈的言论。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创新，他们肯定会想出来展示他们会跳舞。我想让人们知道，我们让他们跳舞。我认为那将是伟大的一天。谁真正选择了舞曲？我认为你做错事的方法之一就是听外面的噪音，听别人的舞曲。我一直都很清楚。我认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所以你在听你自己的音乐？完全正确。谷歌在美国海外面临着巨大的监管压力，原因是你在搜索、视频广告、应用商店方面的主导地位。其他一些大公司已经将自己拆分，专注于他们的核心业务。谷歌想过这一点吗？我们的许多产品都以一种为用户提供价值的方式集成，所以我认为这很重要。让我们能够在谷歌云市场竞争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因搜索而对人工智能进行的投资，使我们能够利用这一点，在云领域与亚马逊和微软等其他大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因此，
我认为我们处理 IT 的方式推动了创新，增加了市场的选择。你认为人工智能硬件的未来或潜力是什么？谷歌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我认为有了人工智能，你就有机会在未来几年重新思考这种体验。我仍然认为人工智能创新的中心是智能手机，其次是眼镜，对吗？我就是这么看的。上次我们交谈时，你告诉我中国将处于人工智能的前沿。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在决策中考虑这一点？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开发框架。通过这些框架，我们可以实现全球合作，以实现人工智能安全。我知道现在听起来很牵强，但我们在核技术等其他领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框架，因此我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在人工智能、安全等重要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接触。人工智能、通用智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到达那里吗？什么时候到达那里？这不是一个更好定义的短语，它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你将 AGI 定义为人工智能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变得有能力，并且能够做得很好，我认为这是一种看待方式。所以，谷歌会带我们去 AGI。你知道，我们致力于以大胆和负责任的方式在 AGI 方面取得根本性进展。所以，你知道，我会专注于努力做到这一点，并把它做好。你说过，甚至有些关于人工智能的事情你不明白。AI 会永远处于黑匣子中吗？我有一点违反直觉的观点，我认为，你知道，人类非常神秘。很多时候，当人们解释他们为什么做事情时，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还不完全清楚。今天我们无法理解许多复杂的系统。AI 会让我们对很多复杂的事物有更多的洞察力和更多的可见性。当我问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为什么我们应该信任他时，他说：“你不该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谷歌？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你知道，你不应该盲目的。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适当的系统是很重要的。监管是发挥作用的一部分。你知道，测试、平衡、创新。但随着这些人工智能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大，它不应该仅仅基于信任人或信任公司的系统。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机会的事情。谷歌未来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我认为对于所有公司来说，尤其是规模公司，最大的威胁是执行不力。有没有像不成为霸王龙斯坦这样健康的偏执？我认为，你知道，我的一部分总是内化的。我认为旧的反格罗夫阶段只有偏执狂幸存下来。这很重要，我认为这一刻也不例外。我们要回顾这个大语言模型时代，笑起来吗？就像这一切看起来会如此基本和简陋吗？我希望我们这样做，因为这表明，你知道，你知道，我的孩子们对触摸屏没有印象，他们手里有如此巨大的计算量。同样，你知道，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几年内将计算规模扩大10万倍。所以是的，你知道，我希望将来这些看起来像玩具，我希望是那样的，否则我们就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太感谢你了，原来如此。非常棒的，它比爱更难对付。天啊，天啊！